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大型修羅場名場面出圈，范丞丞王鶴棣白鹿同框引爆熱議，這先導片誰頂得住？最近娛樂圈再度掀起一波名場面回看熱潮，一條標題極具衝擊力的視頻。大型修羅場，范丞丞你手都搭上白鹿腰了，誰家先導片這麼拍啊？你倆別太甜。在多個平台被反覆轉發、剪輯和二創，引發網友集體圍觀，瘋狂玩梗。不少網友一邊高喊磕到了，一邊又忍不住調侃：這到底是綜藝先導片，還是偶像劇試播集？雙引號。在正式進入事件本身之前，先簡單解釋一下網友口中的修羅場，原意來自日語，指戰鬥慘烈的戰場。如今在中文網絡語境中，更多被用來形容多位關係微妙的人物同框，氣氛緊張、曖昧、尷尬又刺激的場面。而這一次，修羅場的三位主角分別是活躍在綜藝一線的范丞丞，自帶霸總與喜劇雙重屬性的王鶴棣，近年來綜藝感與觀眾緣雙雙拉滿的白鹿。三人同框本就自帶話題，再加上節目剪輯、肢體互動、鏡頭語言的推波助瀾，自然迅速引爆討論。從流傳最廣的剪輯片段來看，爭議和討論的核心集中在一個極短卻極有殺傷力的畫面。范丞丞在互動過程中，手自然地搭在白鹿腰間，就是這麼一個動作，被網友反覆慢放、截圖、逐幀分析。有人說這是綜藝互動下的自然反應，團隊默契的體現，遊戲過程中不自覺的肢體接觸。但也有人立刻表示，這距離感真的正常嗎？雙引號，這要不是熟到一定程度，誰敢這麼放？雙引號，導演你鏡頭給這麼清楚是幾個意思？雙引號，如果說當事人的行為還有解釋空間，那節目鏡頭的剪輯方式則直接把話題送上了熱搜預備位。從先導片來看，多次給到三人同框的近景，特意保留了肢體互動的完整過程，搭配曖昧、輕快甚至略帶戀綜感的 BGM。網友一針見血的總結：這不是修羅場，這是官方殿堂。雙引號。還有人調侃，導演是不是在監視微博熱搜，知道觀眾想看什麼？三人關係拆解，綜藝感、邊界感與觀眾投射。范丞丞，綜藝裡的不自知甜點製造機。范丞丞在綜藝中的人設一向是情緒外放，行為自然，不太刻意控制肢體距離。不少粉絲表示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對熟人都這樣。雙引號，但路人網友則調侃，問題是你對誰都熟得這麼快嗎？雙引號，白鹿被迫站在修羅場中心的淡定姐。白鹿在整個片段中的反應被網友評價為沒有明顯閃躲，表情自然，甚至略帶習以為常，這反而讓討論進一步升級。網友玩笑式分析，白鹿的表情啊，又開始了。王鶴棣存在感拉滿卻躺槍的第三人。更有趣的是，王鶴棣在剪輯中的存在反而成了氣氛放大器。彈幕名場面包括弟弟站在旁邊，像極了我看同事磕 CP。雙引號，這畫面像偶像劇男二剛走進片場。雙引號，不少網友甚至開始給王鶴棣配內心 OS， 讓整個修羅場更具喜劇效果。如果說視頻本身是火種，那麼網友評論就是汽油。高讚評論區精選：導演，我們只是拍綜藝。網友：不，你在拍愛情預告。范丞丞的手有自己的想法，建議節目組下次直接發戀綜邀請函。白鹿，我只是來上班的，你們別給我加戲。王鶴棣，
我只是路過，但我被寫進了修羅場文學。理智派網友也上線，當然也有不少清醒發言。綜藝剪輯就是為了製造話題，不必上升。雙引號，別把藝人的正常互動無限放大。雙引號，要罵就罵導演，別攻擊藝人。雙引號，這次事件的爆火，其實折射出一個有趣的現象：觀眾不一定真信戀情，但一定愛看曖昧邊緣。相比官宣、實錘，網友更沉迷於沒有結論的互動，可以無限解讀的細節，隨時能被反轉的關係走向。一句話總結：不求真，只求好磕。雙引號。隨着討論持續升溫，也有人開始擔憂，是否會影響藝人形象？會不會被過度解讀？節目是否在刻意製造誤導？但從過往經驗來看，大多數此類修羅場最終都會在下一個熱點出現後自然降溫，留下一堆表情包和經典截圖，成為綜藝史上的快樂素材庫。如果說普通觀眾只是看個熱鬧，那麼在這條視頻爆火之後，顯微鏡女孩們則迅速集結，開啟了專業級別的逐幀分析。有人直接放出截圖對比圖，標注手的位置變化軌跡，白鹿身體重心的細微偏移，王鶴棣視線方向的前後差異。評論區瞬間變成論文答辯現場，網友神評合集再添新高度。建議節目組直接附贈慢放 0.25 版本。這1秒鐘我能寫3000字課點分析。這不是綜藝，是行為心理學公開課。更有網友一本正經的總結：如果這都算沒什麼，那我和空氣的邊界感就更沒什麼了。雙引號，當畫面足夠曖昧，人物足夠出圈，下一步會發生什麼？答案是，修羅場文學正式啟動。短短幾天內，社交平台上已經出現了第一視角內心 OS 版。如果這是偶像劇的劇情改寫版，王鶴棣視角旁白吐槽版，甚至還有網友貼心分章節標注：第一章無意識的距離，第二章被鏡頭捕捉的曖昧，第三章站在一旁的他。對此，圍觀群眾只剩下一句話：你們不去寫劇本，真是內娛的損失。雙引號，在一輪又一輪討論之後，輿論風向逐漸發生微妙變化。從最初的范丞丞怎麼這樣？雙引號，白鹿是不是太親近了？雙引號，慢慢轉向導演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雙引號，理由包括鏡頭沒有躲，剪輯沒有切，配樂還很會。網友犀利發言：你要說這是意外，那你配什麼戀愛 BGM？ 雙引號，甚至有人直接點名，這先導片的目標觀眾不是普通觀眾，是磕 CP 用戶。雙引號，截至目前，3位當事人都沒有正面回應相關討論，而這一點反而得到了不少網友的認可，高讚評論總結得很到位。回應就輸了，不回應才是滿分答案。雙引號，在娛樂圈生態下，這類綜藝修羅場，解釋等於越描越黑，否認等於引發2次討論，沉默等於熱度自然衰減。於是大家形成了默契：我們自己磕，你們安心工作。雙引號，有網友開始對比以往類似場面，發現這次的爆火並非偶然，原因主要集中在3點：3人國民度高，幾乎不存在誰不認識誰的情況，關係既熟又不官宣，留足解讀空間，是修羅場的最佳土壤，剛好卡在邊界模糊的臨界點，再近一點就翻車，再遠一點就無聊。網友精準總結：這是修羅場的黃金比例。雙引號，有趣的是，在同一條視頻下，你能同時看到2種完全不同的聲音，一邊是好甜，雙引號，
這誰頂得住？雙引號，導演出來挨誇。雙引號，另一邊是，別過度解讀，綜藝而已，請尊重藝人邊界。但神奇的是，這兩派並沒有真正對立，因為大多數人心裡都很清楚，我們是在玩梗，不是在定性。雙引號，如果跳出事件本身，這次熱議其實反映了當下娛樂消費的一種趨勢。觀眾消費的不是事實，而是可能性；不是戀情本身，而是好像有點什麼的曖昧空間；不是衝突本身，而是如果有衝突會怎樣的想象。這也是為什麼修羅場永遠比官宣更耐看。可以預見的是，這波討論終將被下一個熱點取代。當事人繼續各自的行程，綜藝照常播出，但這一個大邀名場面大概率會被剪進年度綜藝合集，成為表情包素材，在未來某一天被網友突然翻出來再笑一次。正如網友那句收官神評，這可能不是愛情，但一定是快樂。雙引號，結語，娛樂的本質是快樂。回到這次事件本身，無論是范丞丞的無意識搭腰，白鹿的淡定應對，還是王鶴棣被網友強行拉入修羅場的喜劇效果，本質上都構成了一次成功的綜藝傳播案例。正如一位網友總結的那樣，不管真不真，反正我笑了，也客爽了。雙引號，或許這就是娛樂內容存在的最大意義。